全体注意，青云神殿掌管者身价万亿资产的朱雀神鸟，就在前面那辆面包车里。谁要相信朱雀神鸟，我赏100万美金。1号、2号、3号车，也是前面那辆面包车。能抓到我朱雀神鸟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他妈的，谁呀？他妈的，谁他妈？你们平时爱看钢管舞不？别误会啊！误会啊！误会！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是我吗？我误会啊！大哥，小弟问你们件事儿吧。你看啊，这对面7个人，这也不够分呐。这样，你们呢？1对3.5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小弟先走一步啊！误会啊！朱雀神鸟，抓住他，给我追！站住！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黑色皮衣的女孩？你在说啥子嘛？我不晓得哦。大哥，赶紧走吧！100万美金不能就这样没了呀！走。我已经躲避了悬赏追杀，现在没有青云神殿情报组织的朱雀神鸟，只会有国际著名画师樱卡。你在哪个房间呢？我去找你。我下药了，帮我叫医生。放开我呀！你有病吧？我竟然对这个女人不过敏。长得挺好看，没想到是个畜生。这男人属狗的呀！于小姐，不管你跟我们肖总有多熟，没有预约的话，您是不能进入的。你给我等着！这不是独一无二、专属于肖总的定制袖扣吗？技术太差，不如找丫。这钱赏你了。这位，帮我叫医生。医生，什么情况？肖总从小对女人过敏，他不可能跟任何女人有肌肤之亲的。可是他昨天晚上的……我的过敏就好了吗？通过检查并没有好转，若是能找到昨晚那个女人，说不定能找到原因。肖总，不应该呀！你这过敏证明都30年了，你知道我这30年……闭嘴！1天时间，找到了。香，30年我都还是……没看清他的脸，没想到他是国际知名画师樱卡。跟我这么久，难道是来抓我的？
爸，妹妹今天晚上都没有回来。她一晚上去哪儿了？这是，真是无法无天的。别生气吧。还好我及时逃脱，不然小命就搭上了。站住！你听我的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那个女人在凤凰路出了车祸，爆炸了，尸骨无存。那个女人竟然死了。肖总，老夫人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，联姻舞会已经准备好了，晚上您必须从舞会上选一个女人当妻子。知道了。你还没有嫁人就学会夜不归宿了是吧？你把我们余家的脸面都放哪儿了？妹妹，你刚从农村回来，不懂规矩不怪你，但是你也不能惹爸爸生气啊。谁跟你是姐妹？你呀，不过是报错的养女而已。爸，你别生气，妹妹说的没有错。我确实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，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，那我走就好了。木荷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报错了又不是你的错，你是为父锦衣玉食、精心养大的女儿啊！你是我这一辈子的女儿。谢谢爸。木荷，好，好一副父慈女孝的画面，那我岂不是很多余啊？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你！哎，算了，明天是萧氏举办的联谊舞会，你呢和你姐姐一起去参加，记得好好的衬托你姐姐，知道吗？我才不去！哼，不去也可以。李养母体内的蛊毒，下个月可就没药了。不行，在治好养母的解药没有找到之前，我在这个家还是得安分一些。行啊，去就去。哼，记得照顾好你姐姐，别招惹是非，知道吗？这画，你姐姐就是世界著名的画家殷考，我们余家能有这样的人，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有些人啊，骗别人也就算了，可千万别把自己也骗进去。你说的，比我命还长的腿。好漂亮啊！哎，我沾沾你的美，别沾了，不沾就不沾。哎，吃好喝好啊！这位大叔，你喝吗？美女请喝吧。谢谢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其实这场宴会就是萧氏集团萧总的选妻大会，那可是亚洲第一集团，黑白两道通吃，权势滔天。要是被选上了，岂不是家族就要冒青烟了？可不是嘛。听说呀，萧于两家素来交好，看来萧总今天的人选非于小姐莫属了。大家都是有机会入选的。听说于小姐家乡下来了个妹妹，今天怎么没见啊？真是从乡下接来的土包子，这野丫头也不知道来干什么的，难不成还以为自己会入选吗？萧氏集团，萧总到。萧总好。怎么是他？欢迎各位来到萧氏集团主办的联姻舞会。今天晚上，萧总会在各位单身女青年当中选择一个人结婚，请各位保持自己的魅力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那晚的男人，青云神殿执掌全球情报，树敌无数，可不能让他认出那晚的女人是我而暴露我的身份。
肖总，选我，选我呀，选我呀，选我呀，肖总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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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肖总，选我，选我呀，选我，选我，我可以，肖总，选我，选我呀，肖总，别选他们，选我，选我呀，肖总，选我呀，肖总，肖总，哎，肖总，肖总，我可以，选我呀，肖总，我选他。肖总。啊，我没错，就是你。肖总，于听文只是一个乡下野丫头，她眼界见识都没有，怎么能与您相配呢？对啊，肖总，她一个土包子，怎么配嫁给你啊？没关系。什么情况？我都打扮的这么土了，他怎么还会选我？难道他认出我了？不行，在妈妈的解药没有找到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在于家人面前暴露身份。收拾干净，去民政局领证。我能拒绝吗？理由？哎，你看啊，您是亚洲第一集团肖氏总裁，有权有势，有钱还有颜，就是皎皎析如明月之辉。我呢，就是一个乡下土包子，这要啥没啥的，连营烛之火都算不上，咱俩不合适，你说是不是？说实话。实话，好吧，其实就是你长得太帅，一看就是那种招蜂引蝶、拈花惹草、万花丛中过、拼夜不沾身的花心。大萝卜，我才不愿意见。这小丫头倒是挺有趣的。哎，其实我跟你说，干什么？等领完证，你就知道我专一不专一。你放我下来！这都明摆着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两位新人，请签字。青云神殿发展越来越大，朱雀神鸟的身份肯定会被人追查。萧旭白在江氏地位极高，如果能和他结婚，那别人也就不敢查到我这儿。这位小姐，您是自愿的吗？我说话。自愿的，自愿的。恭喜两位，新婚快乐！我居然就这么和见过2次面的陌生男人结婚了。这张卡没有密码，随便刷。肖总，我们什么时候离婚？我们好像几分钟前才结的婚吧？这么快就想离婚的事？哎，我们呢，只是各取所需才结的婚。那既然没有什么感情的话，离婚迟早的事儿嘛。哎，所以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啊？张个嘴不说话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收拾你这个贱人。肖总，要不要去帮帮夫人？不需要，他要是连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，他也不配做萧太太。给我上！你怎么样？你也要上啊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来招惹我，否则我不介意亲手收拾你。怪不得您不让我去帮忙，原来夫人这么厉害啊！倒是小瞧了他。肖总，夫人的资料找到了，说夫人确实是于家千金，但是幼年走失，流落在外，也就是前段时间刚被于董事长从乡下接回来。肖总，夫人的履历平平啊，跟你不太相配。不重要，我母亲不就是想让我结婚吗？娶谁都一样。再说和她过日子，或许会很有趣。对了，肖总，您毕竟对女人过敏啊，如果这事被夫人知道，她再给您……她不会知道的。哦。今天搬去萧家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我既然结了婚，就是合法夫妻，夫妻不应该住一起吗？萧总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您可是江氏第1高富帅，那垂涎你美色的人都拍到法国去了，要什么样的没有？干嘛非要娶我呀？垂涎我美色的女人多了，那你呢？我当然也……您就更要小心了，那说不定哪天我就对你上下其手呢，比如这样。你还可以大胆一点。
往这儿摸。这不太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的小妻子？这味道好熟悉，好像在哪儿闻过。哎呀，肖总，您可真会开玩笑啊！您要是喜欢我，洗衣液的味道，我送你一瓶呗。奇怪，我靠近他竟然没觉得反感，还莫名觉得很舒服。好，现在去搬家，方便吗？啊，不方便。好，去帮夫人搬家。好，那你问我干什么呀？礼貌一些。好。肖总，您怎么来了呀？我刚和天婉领完证，现在来帮他搬家，你先收拾吧，我一会儿帮你搬。你这个贱人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？你以为你现在很厉害是不是？你别忘了，你那个病秧子养母可在我们手上。我现在可是肖太太呀，你确定你能威胁得了我？你这个仗势欺人的贱人！哎呦，怎么了？我没事的，妹妹，我知道你嫁给肖总很风光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风光得意，而借着肖总的事欺压家里人吧。于墨河，你人品不行，茶品倒是挺高的，挺能装啊，送你啊。我呀，可没有时间跟你玩抢男人、搞雌竞的游戏，你自己玩吧。肖总，我脚好像崴了，好疼呀！你能不能扶我一下呀？男女授受不亲。肖总，这不是我的袖扣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22号，你是不是去过星耀酒店？那天晚上帮我解毒的女人是你？他只是把我当成和他有过一夜情的女人了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肖总，你都知道了。我就知道你没有死，那天为什么要跑？我当时很害怕嘛，而且我也是第一次，当然就害羞的跑掉了。你这么大胆，还会害怕？我还没有嫁人，就把第一次给了你，你能不能帮我保密啊？我不想让彼此为难。我收拾好了，我们肖总跟我姐姐聊得很开心嘛，我自己走。肖总，看来她就是那天晚上的女人。你放心，你既然是我的女人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肖总，没想到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我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哎，肖总，您说您找到那晚那个女的啦？回头带她去医院检查清楚。太好了，肖总，说不定这个女的就能治好你的过敏症了。哎，要不是您直接跟她结婚得了，家里不指着您传宗接代呢吗？也是，您呢都已经结过婚了，再结一次就犯法了。周薇啊，是不是最近我给你安排的工作不够多呀？啊，对了，肖总，我太奶呢今天二婚，我先回去一趟啊。说。于听婉，你刚结婚的老婆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出来买东西，回家的时候发现忘记带钥匙，你找个人帮我开下门呗。知道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给你送钥匙。你还想躺多久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一时腿麻没站稳。我先去开门。怪不得从那天之后，旭白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，原来是于天婉天天从旁勾引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让他们快点离婚。肖总，不好了，于墨河自杀了。怎么回事？说是有八卦爆料，
于木河被人夺去了清白，这事网上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他受不了压力，吞药自杀了。备车。啊！萧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为什么做傻事？对不起，是我承受能力太弱了，给您添麻烦。萧总，您放心，咱们2个人的事情没有别人知道，您不用有负担。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您和妹妹的感情，我会更自责的。你放心，那件事儿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真的吗？你现在还有哪儿不舒服的？就是有点热。别动。那天晚上我在你肩膀上咬了一口，你这里怎么一点疤痕都没有？这怎么没有？我嫌那个疤太丑了，所以就用医美去除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萧总，这种事情我还能骗你吗？萧总，您是真的会对我负责吗？要是因为这样影响你和妹妹的感情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会处理好，离婚娶你。对了，一会儿让周薇带你去做个检查。这场戏总算是没白演。于听婉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你这辈子注定被我踩在脚底下。于听婉，拿上结婚证，来趟民政局。离婚？好，我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他就这么想离婚？我来了，不算晚吧？那我们快走吧。等等，又怎么啦？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离婚吗？这有什么好问的？你跟于木河那点事情，别人不知道，我们家里啊早就传得满天飞了。这事儿是发生在我们结婚之前的，我并没有婚内出轨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呢是我要祝贺你已经找到了心仪的人。走吧。于听婉，你对这段婚姻就这么避如蛇蝎吗？啊？还是你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想吸引我的注意？萧总啊，自恋呢可是病，得治。你这女人，我只是怕你后悔，不想和我离婚。你说了这么多，萧总，你该不会是爱上了我，不想跟我离婚吧？胡说八道，谁不离谁是狗。好，我抱歉。怎么会有这个？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这肩膀上的疤痕是谁咬的？难不成他看出什么来了？谁还没有几个前男友啊？当然是我前男友咬的。这疤痕是新一季。我刚分手嘛。22号的晚上你在哪儿？我在家啊。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说。萧总，于小姐的过敏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什么都没查出来。于木河肩上没有咬痕，也查不出对她不过敏的原因，反而是于听婉，当真是巧合吗？萧总，我们要是离婚的话，赶紧快点吧，不然人家下班了，是吧？坐。干什么？我后悔了，先不理了。你说的骗人是小狗，汪！你骗人！萧许白，你出尔反尔，你是狗！我警告你，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如果让我发现你跟别的男人，就怎样？我就让你那些老情人全部消失。你玩真的？你可以试试看，我是不是认真的？我劝你，现在最好别惹我。想什么？
出尔反尔，阴晴不定，真的有病！哼！肖总，您要的星耀酒店12楼的监控找到了，有人黑了监控系统，把这个月的监控都删掉了。让人去修复。今晚之前，我要看到完好无损的视频。进度怎么样啊？快了，快了。肖总，监控修复的怎么样？肖总放心吧，小菜一碟。喂，神鸟出事了！哎呀，你有什么事儿？等我睡醒了再说。你上次让我毁掉的那个星耀酒店10楼的监控，现在有人正在紧急修复。你说什么？我技术有限，对方估计是个高手，马上就能修复成功了。你自己解决一下吧。挂了啊！哎呀，没一个靠谱的。有点东西啊。进度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快了，快了。不好，有黑客潜入酒店系统，正在植入病毒，回到监控痕迹。啊，他不让咱们看监控啊！是个高手，入侵速度很快，迅速修复。好，是个高手，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让你试试这个，封锁住你的 IP， 我看你怎么跟我斗。封锁 IP？ 这都什么年代的技术？肖总，恢复成功了。投屏。好。放正面。啊。怎么回事？完蛋！这是能够让你们看的东西吗？删掉！那个黑客入侵成功了，在1秒删掉了所有监控视频。1秒？对，他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据我所知，国内计算机领域能达到这个水平的，只有国际黑客榜排名第1的孔雀鱼，就是那个入侵了米国的安全网，用1夜时间就把米国10年打造的安全网一网打尽的那个世界排名第1的黑客孔雀鱼。他怎么会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啊？为了一个酒店的监控视频，一个国际的顶级黑客都牵扯进来，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殷卡引出来？殷卡的恩师周红锦得了重病，急需一根千年人参入药，有传言称殷卡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他的恩师求药。那我们就来个请君入梦。哼，搞定，睡觉。你怎么来了？人家太想你了吗？都这么久过去了，你怎么还不跟于庭婉离婚呀？我不是催你的意思，只不过家里人知道你的想法，想让我来问问你。最近有事耽搁了，我以为你没有心思想这些。人家对你一往情深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心情呢？你的老师生病了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老师，你不是殷卡吗？业内都在传画家殷卡的恩师生了重病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我的老师周红锦是一代传奇人物，他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们关系一向很好的。我老师生病，我也很痛心的，只不过老师的病需要一味特殊的药材入药才可以，我怕你太担心了，所以就一直没告诉你。还好我提前查资料，要不然现在就露馅了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小渣。继续。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萧太太，这是我家吧？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云墨河今天不是去找你了吗？你怎么不出去抓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吃醋？自恋狂。星耀酒店的监控视频被人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可我怎么听说你22号去了星耀酒店？我明明
抹掉了所有的踪迹，难道他在诈我？你怎么这么关心我呀？哼，肖总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我的夫人足够貌美，没人喜欢才不正常吧？那你呢？你喜欢吗？你觉得呢？这个胸针我挺喜欢的，我要了。于天晚，你到底是不是那天晚上的女人？神鸟，你让我找的千年人参有下落了。明天江市会举办一场拍卖会，那颗千年人参真是最后一件压轴拍品。看来这还不光是砸钱就能拿到的，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有，你可以以画师殷卡的身份出席，这样就有优先拍卖权了。可是我不想暴露身份。这次只是私人拍卖会，不会有媒体出席，也不会遇到你认识的人。那行，我知道了。肖总，拍卖会的事情准备怎么样？您放心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哎，而且那边传来消息了，说殷卡一定会参加。走吧，我们去会会那位殷卡大师。烫！哎呀，哎呦！肖总好，肖总好，肖总好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大家来到这次拍卖会。这次拍卖会是由萧氏主办，这是一场完全私密的拍卖会，所以大家的隐私可以得到有力的保障。在拍卖会开始之前，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来宾，他就是国际著名画师殷卡，掌声欢迎！好，好。你这鞋真丑，我就喜欢丑的。我就知道是你。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殷卡。怎么不是于天晚？难道是我判断错误？萧旭白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个拍卖会是他主办的，难道他的目的是要调出我？还好我反应够快，不然就露馅了。不过被他顶替了也好，至少就不会有人把于天晚和殷卡联系到一起。只是想要得到人参，怕是要另辟蹊径了。萧总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真的是殷卡吗？当然了，您不是已经在我们家看过我的画作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还好我提前打听了消息，殷卡会出席这次拍卖会，要不然岂不是就露馅了？真正的殷卡在哪儿？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出现。你在找什么？哎，没什么。今天可真是的。Bringing me down.
谁说非要借着殷卡的身份，我才能拿到这个拍卖品？现在不照样在我手中？ premiumbeat.com。 Sorry 啊，既然你加班这么辛苦的话，那多睡一会儿喽。这次拍卖会上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难道他是想送我礼物？都是些身外之物，没什么特别想要的。不过听说今天有一个来自唐朝的贵妃镯，质地精纯，如果能够亲眼一睹，也是件幸事。这次拍卖会有个压轴拍品，是一个千年人参，你不想要吗？既然是压轴拍品，那一定价值不菲。我怎么好意思让您这么破费呢？殷卡和老师感情深厚，怎么会对可以救他老师命的药材丝毫不感兴趣？怎么了？出事儿！那根千年人参被人偷了。哎，查到是什么人了吗？这里戒备森严，一般人根本进不来啊。不过这事儿应该是道圣干的，因为只有他每次得手以后，会在现场留下一朵黑玫瑰。道圣，肖总，您看看这个。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他这也不算偷吧，最多算是个强买强卖。道圣也一直是这样的行事风格。不过，如果真是道圣，这事儿恐怕对咱们不利。毕竟这么多年，根本没有人知道道圣的具体行踪啊。偷什么不好，偏偏拿走那颗人参。这个胸针我挺喜欢的，我要了。于天婉现在在哪儿？于天婉现在在哪儿？夫人现在应该在家吧？马上去查。好。穆青，东西已经放到老地方了，你赶紧给老师送去。干嘛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家。好，你在家等我，有事儿找。我得赶紧回去了。肖总，查到了，夫人现在没在家。马上封锁别墅，在我到家之前，不要放任何人进来。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只苍蝇都进不去。于天婉最好不是你。旭白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你现在又要去哪里？我还有事儿，你请自便吧。哎，那旭白最近怎么怪怪的？难不成我哪里露馅了？肖总，您放心，一只苍蝇都没飞进来。哎，不是，这就是家里的。于天婉，糟了，来不及了。雕虫小技。肖旭白，你怎么在我房间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我能去哪？刚才跟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就说我在家吗？佣人说你不在家。哦，刚才确实是有人过来敲门，我太困了，没有回应他。他们可能以为我不在吧？你怎么了？拍卖会上丢了一件压轴拍品，我在案发现场捡到了这个。哎呀，我怎么把它给落下了？我有一枚一模一样的胸针，可昨天晚上被你拿走了。现在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？我现在这样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还是说你把它留在了拍卖会上？那在这儿呢？
你看什么？我就是因为实在太喜欢这枚胸针了嘛，所以才把它放在枕头底下的。你不会以为是我去拍卖会现场偷的吧？抱歉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还好我提前准备了一枚一模一样的。你怎么一直盖着被子？不热吗？你睡觉穿衣服啊？穿。我不穿。再说了，咱俩男女授受不亲的，我总不能当着你的面去掀被子吧？是吗？究竟是没穿衣服，还是穿了什么外出的衣服，不方便让我看？肖旭白，你干什么？抱歉。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赶紧出去吧，我可没闲工夫陪你闹。难道我真的想多了？幸好我反应快。肖总，有消息了，周红锦大师的病已经有所好转了，看来那根千年人参已经入药了。确定千年人参只有1颗？千真万确，市面上人参仅此1根，就是被道圣拿走的那个。于木河那边有消息吗？于小姐，她好像对人参丢失的事儿无动于衷啊。亲传弟子对自己的恩师毫不关心，反倒是道圣千方百计的拿走人参给周红锦治病。不觉得有意思吗？啊，有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儿。哎，肖旭白最近怎么对我这么冷淡？他明明说过要对我负责的，现在却迟迟不跟于听婉离婚。爸，他不会是不想跟他离婚了吧？哎，他于听婉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怎么跟你比啊？我估计啊，他是舍不得那个萧太太的身份，所以呢，一直拖延着萧旭白迟迟不肯离婚的。他不会一直拖下去吧？爸，于听婉毕竟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您不会为了她不管我了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你可是爸爸看着你长大的，爸爸当然最疼爱的人是你了。再说了，你可是国际著名的画师啊，那个于听婉算个什么东西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放心吧，爸一定会满足你的心愿，让你顺顺利利的嫁入萧家。谢谢爸。老师的病情算是稳住了，现在就只剩妈妈身上的毒了。喂，我妈身上的毒有眉目了吗？还没有，朱雀神鸟。于家为了控制你，真是下了血本。伯母身上的蛊毒十分怪异，我还需要再研究一段时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于听婉，今晚回于家一趟。也好，正好去会会他。你在家怎么不好好穿衣服啊？这是我家。去哪儿？没必要跟你汇报吧。其实我是回于家一趟。去干什么？你问那么清楚做什么？我去干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去干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Oh baby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Oh yeah。
我手机忘拿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不是早就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能回来已经给你们面子了，有什么事儿赶紧说。你好了好了，于天晚，你姐姐和萧旭白睡过了啊？怎么？你不觉得惊讶吗？某些人早就跟我炫耀过了，我有什么好惊讶的？既然如此，那也省了我们跟你解释了。你既然知道了，那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怎么做？那自然是赶紧跟萧旭白离婚，给你姐姐让位置啊！我说于董事长啊，你现在这是什么行为？帮小三上位，让假女儿去破坏真女儿的家庭？我才不是小三，我跟旭白的那一次是发生在你们婚前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哎，好了，于天晚，我知道你好不容易才嫁入豪门，肯定舍不得放手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姐姐和萧旭白的事情现在闹得满城风雨，你就算再不愿意，也要学会审时度势才是。再说了，你姐姐只要嫁入了萧家，你照样还是萧家的亲戚，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。这话说的真是天衣无缝啊！可惜我不稀罕。爸，站住！于听完，难道你就不在乎你养母的性命了吗？站住！于听完，你还想不想让你养母活命了？难道你就不在乎你养母的性命了？你养母体内的蛊毒1个月发作一次，如果没有我的解药，她必死无疑。你不会觉得就凭这个就能拿捏我了吧？真的以为我解不了那毒？于听晚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养母体内的蛊毒可是我于家独有，别说是，就算是当今最厉害的组织青云神殿，他也无法解。我在青云神殿里安插了人手，你要是找到他们，我保证你和你病殃殃的养母求生不得，求死无门。青云神殿中竟然有于家的奸细。好了，你只要乖乖的给你姐姐让位，看在你我父女一场的份上，我会给你们留上一条生路的。我做不到。什么都做不到，你就跟萧旭白提离婚不就行了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这段婚姻的主导者是我吧？萧旭白要是没这个想法，我说了也没用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也不为难你。爸爸，你只需要帮我做另外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带上你姐姐在萧家住上一段时间。可以。爸，我的傻孩子，萧旭白迟迟不肯离婚，肯定是有他的顾虑。你要找到他的顾虑，然后打破了才行。再说了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天天和萧旭白生活在一起，只要你能让他感觉到你的好，还怕他对你不动心吗？爸，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夫人回来了，于小姐也来了。你帮我把行李抬上去，要放在旭白房间。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吗？你天天跟在旭白身边，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让你做个事情怎么这么磨叽？周秘书呢，是萧旭白的私人秘书，只听萧旭白的调遣，是他的左膀右臂，兼朋友，可不是供你随意使唤的。我还以为周秘书只是普通员工呢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周秘书，您能找个人帮我把行李搬上去吗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于小姐，
所有入住萧家别墅的人呢，都要经过萧总本人的亲自同意。我没有收到萧总关于您要住进来的消息，所以这行李恐怕得您自己搬。那您帮我安排一间房间休息吧。这边。哎，这个于小姐一点没有夫人好相处，可怎么萧总就偏偏对她不过敏？真是孽缘呀！哎，夫人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怎么了？你要小心那个于木河。你可得小心那个于木河呀！为什么这么问？这个于小姐本来就对萧总感兴趣，刚才我看见她在萧总门口来来回回好几趟，肯定是想勾引萧总。您可得多提防她呀！我提防她干嘛？她若是真能把萧旭白勾引走了，我还得感谢她帮我解决了个大问题啊！不过呢，谢谢你，赵秘书。不是，哎呦，这夫人还真是心大呀！旭白，于木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房间的花洒不好用，所以我就随便找了个房间来洗澡。出去。旭白，我好想你。旭白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你不要推开我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旭白，你身上怎么开始起红点了？出去！萧旭白，你怎么过敏了？叫医生了吗？你等着。医生呢，一会儿也就到了。我先给你简单处理一下，免得呀变得更严重了。好了。怎么了？你应该是医生到了，我先去开门。萧总不必担心，您沾染了女人的唾液，引起你的不适，才引起的过敏，日后注意一下就行了。如果那天晚上的人真是于木河，怎么今天他只是亲我一下，我就会过敏？为何我以前对他不过敏，现在又过敏了？人体新陈代谢奇快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，可能以后就不会了。萧总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谁让你把于木河带回家的？还敢让他去我房间？我没让他去你房间，是他自己进去的。再说了，你和于梦河的关系，大家谁不知道？我把他给你带回来，你还不高兴？妻子主动给丈夫往家里带女人，你还问我高不高兴？哎呦，什么妻子丈夫的，咱俩结婚那是权宜之计。再说了，你本来早晚就是要娶于梦河的，我这把他提前带回来，不是也提前让你跟他感受一下婚姻生活吗？哎呦，谁说我早晚都会娶她的？谁说我早晚会娶她的？你跟他不都那个啥了吗？你怎么就知道我和他有个关系？于木河是你带来的，怎么来的就怎么走。知道了。爸，
呀，我就这么被赶出来了。那一片可是别墅区，住的全都是江氏名流，他们全都看到我被萧家给赶了出来，这我以后还怎么在江氏抬起头啊？不应该啊，萧旭白不应该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他现在毕竟是听婉的丈夫，会不会是听婉？不可能，于听婉算是哪根葱？我心里清楚，他绝对左右不了萧旭白的决定，那绝对是萧旭白对你的感情还不够深呢。没事，爸来帮你创造培养感情的机会。李养母这个月的解药应该用完了吧？想要下个月的解药，必须撮合木盒和萧旭白在一起。哼，真是欺人太甚！不行，我得冷静冷静。现在妈妈的解药还没配出来，我还不能打草惊蛇。不过呢，我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摆脱萧旭白，免得他的人一直查我道圣的马甲。看书呢，萧总看了这么久，应该也累了吧？我特意为您倒了杯水，快喝了，润润嗓子吧。有事儿说事儿。嘿，萧总就是神机妙算哈。你看哈，我们呢已经领证这么久了，是不是该回我家一趟？你和于家的关系不是不好吗？不好归不好嘛，但是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我跟你回去，有什么报酬吗？你想要什么报酬？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于听婉啊。是吗？问题呢已经问完了，萧总既然答应过我了，那我就去收拾东西啊。哟，萧总，你们来了。旭白，你来了。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你干什么？于听婉。旭白，这些菜都是我做的，你尝尝，看你喜欢吃哪个。谢谢。木盒，萧总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还不赶紧给萧总敬个酒啊？好，萧总，我敬你一杯。不好意思，萧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手滑了一下。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。听婉，你帮我擦擦。我？不然呢？萧总，这个酒很难擦的，不然别擦了，跟着木盒到他房间里换一套新的吧。旭白，不用麻烦了，我去听婉房间换。还不快点！我再吃一口，我就一口。爸，你看于听婉她根本就不配合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肉都掉了。刚才于木盒要给我擦衣服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我为什么要拦着？他在勾引我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哦呦，这你都看出来了，萧总还真是慧眼独具。我不管你有多少事瞒着我，也不管你有多少小心思，只要我们没有离婚，你就要尽到妻子的义务。明白的话点个头。知道了。来吧，给我擦衣服。你自己没长手啊？都说了，衣服已经擦不干净了，你直接换件新的不就好了？在这儿
当着你的面脱？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？脱呗。好。你个流氓！你不是说不会害羞吗？这个招式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于听婉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于听婉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别用你那恶心的眼神和下作的手段碰我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于听婉，是你说你会撮合我和萧旭白，结果呢？你在我面前自己勾引他，你还想让你的养母活命吗？我勾引他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自己抓不住男人心，你能怪谁呢？于听婉，我不管。我告诉你，要是萧旭白不跟我在一起，你养母的药下个月就会断。你知道萧旭白为什么一直不接受你吗？因为啊，那天晚上跟他发生关系的人是樱卡，但是他现在怀疑你不是樱卡。原来他一直都在怀疑我不是那晚那个女人。我是做什么？露馅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尽快取得旭白的信任。你怎么来了？旭白，你能陪我喝一杯吗？今天老师告诉我，因为有千年人参入药，所以他的病已经大好了。我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了。是吗？既然你知道周弘锦大师的病需要千年人参，当初在拍卖会上，你为什么对人参无动于衷？拍卖会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想买来着，但谁料，幸好我在道圣那里花10倍的价格买下了人参，不然……你花钱在道圣那儿买的人参？是呀，不过他给了我东西，交易的时候却没见到他人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的身份存疑，但是我有你的袖扣，而且拍卖会我是以樱卡的身份出席活动，这点还不能够让你相信吗？算了，如果说你实在不能接受我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抱歉，是我想太多，误会你。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会一起处理好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你真好。萧旭白，你那件衣服，看样子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于听婉，你听我说，不用解释，我都懂的。看来萧旭白已经认定你就是樱卡了。我本来就是樱卡。行，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。什么时候把药给我？药？什么药呀？于墨河，你不会想要食言吧？谁说的？只不过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完成，我自然不能把药给你。等什么时候你和萧旭白离婚，我成为萧太太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把药给你。那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妈妈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这样啊，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呀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想要跟萧旭白在一起吗？如果我毁了你这张脸，你觉得他还愿意跟你在一起吗？你敢？你还想要药吗？反正你也不会把药给我，那大不了我们一起鱼死网破。于听婉，你不能这样做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你干什么？你
你疯了！旭白，你快救救我呀！刚才妹妹说是我把你给抢走了，她毁了我的脸，我好害怕呀！于庭婉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就这么护着他？你知不知道，他根本就不是，庭婉，庭婉，你干什么？你跟木荷毕竟是姐妹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呀？哎，何必闹到这种地步呢？是不是？你跟我来一趟，爸有话跟你说啊！来。旭白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放心，于庭婉，她不是那样的人，她不会伤害你。你还真以为我是任你们随便欺负打骂的小姑娘？如果你不是我爸，我早就把你捆起来揍你。于庭婉，你刚才想要干什么？你想挑拨萧旭白和木荷的关系吧？你还想不想要你养母的性命了？是你不守承诺在先，我自然不介意跟你们同归于尽。木荷只是跟你开着玩笑而已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啊，来，给你。站住！如果想让你养母下个月平安的话，在萧旭白的面前不要乱说话，听到了没有？哎呦，怎么哄住萧旭白了？当然，这次要多亏了听婉妹妹闹那么一出，现在旭白对我更加怜惜了。那就好。能嫁进萧家，我就放心了。于听婉终归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的。爸，你为什么现在就把药给听婉，一直拿药吊着她，不好吗？哼，狗急了还跳墙呢，这人呢，更不能逼急了。于家的人都翻脸不认人，在青云殿的人还没研究出解药前，我还是先把于家所有的药拿在手里才放心。虚假面具，你是道圣？怎么会是萧旭白？这香味好熟悉。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可是你家里进贼呀！他身上的味道和你很像。所以萧总，你认为我会偷自己家的东西？萧总，你今晚不应该在这儿吧？于木荷没邀请你去他那儿？我和他……打住！我可对你们缠缠绵绵的事情并不感兴趣的。你今天为什么要拿刀下头？连前因后果都不问，你也认定就是我的错，对吗？所以我听你解释。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既然你跟于木荷心意相通，那我们就找个时间把这婚离了吧。你要跟我离婚？你要跟我离婚？那不然呢？难道你还想让我陷在这段三角关系中啊，来满足你左拥右抱的愿望？我没有这么想过。我管你怎么想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。明天上午，民政局门口见。萧总，坏了！
万盛的纸质数据全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对啊，万盛的项目我们秘密跟踪了2年，为了保密，全程都没有用电脑啊。现在纸质资料全都不见了，这2年咱不功亏一篑了吗？咱报警吧。报什么警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是老爷子做。董事长？不是，董事长干嘛要这么做呀？万盛的项目对萧氏极其重要，我如果做成了，必将众望所归。他便不得不把董事长的位置交给我。他本来就对我不满意，又不想大权旁落，肯定会阻止我继续万盛的项目。那咱们这2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。当然。那我们现在手里没有资料啊。他们怎么拿走的，我们就怎么拿回来。肖总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不会去偷吗？高，要不您是老大，我这就去。哼！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来民政局离婚吗？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暂时去不了，改天吧。哎，肖旭白，肖旭白！参见朱雀神鸟。你怎么来了？先起来吧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换个地方。萧氏给青云神殿寄来了委托信。萧旭白，他又在搞什么？神鸟，萧氏和青云神殿一向分庭抗礼，怎么会找我们帮忙？委托信什么内容？他们出了10个亿，想让我们帮忙找道圣一叙。找道圣？找道圣干什么？若是寻常事也就算了，可毕竟您就是道圣，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您的意思。回绝了吧。是。喂，你养母的蛊毒我已经有了眉目，想要制作解药，还需要3种稀有药材：青龙参、千金藤和换心草。好，我这就派人去找。我听说这3种药材十分稀有，市面上本来就没有几颗，已经全部被人买走了。据我所知，千金藤现在在何氏集团董事长手里，其余2颗换心草在萧旭白手里，青龙参在于家。搞了半天，原来都是熟人。行，知道了，我会解决的。对了，母亲，你去告诉萧氏，这个单子道圣接了。这就是萧总的待客之道。自于家一别，道圣一切可好？说正事。我要你去萧家老宅，帮我拿一份数据。好。你就不问问为什么吗？跟我无关，我只在乎报酬。10亿。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提。我要换心草。成交。你不问问我为什么？与我无关，我只在乎数据。成交。明天中午12点，我们在这儿交易。肖总，约好的12点，这都12点半了，这道圣到底还来不来？肖总，他会不会食言啊？不会。您怎么知道？直觉。直觉。哦。你要的数据。你受伤了。
肖总应该开心才对。等等，谢谢。离解开妈妈身上的毒又近了一步。这肖家人也太疯狂了吧！我不就是去偷个数据吗？至于把我伤成这样？于天晚，你受伤了？你怎么进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快出去！啊！我不是让你出去吗？你怎么还坐下？怎么受的伤？走路不小心摔着。骚！这明明是利刃所伤。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你的事儿我就要管。纠正一下，我马上就不是了。现在你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怪我甩锅了。肖旭白，我今天去于家了。于家人伤的？他们为什么要伤你？你知道的，他们于家人一向都不欢迎我。你干什么？别动。疼吗？那我轻点儿。若是于家的人再欺负你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你会帮我对付的。肖旭白，如果做不到呢，以后呀，还是别乱承诺了。公司的事情都忙完了吧？那我们明天去把婚离吧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要睡觉。道圣腿上也有伤，他也有，难道这是巧合？喂，神鸟，我们派人去了何氏集团，董事长说，如果想要千金藤，就需要帮他们办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破除萧氏对他们的技术封锁，这种技术只有世界顶级黑客孔雀鱼可以做到。我知道了。这身份太多，也不是一件好事儿。想要破除萧氏对何氏的技术封锁，那就只能用萧氏的电脑，所以，我只能拿到萧旭白的电脑。可我怎么去拿到萧旭白的电脑？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想什么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萧旭白，你今天没有事儿吗？一直在家吗？你想今天去离婚？不！哎，离婚这种事情嘛，宜晚不宜早。又不着急了。昨天不是还催着快一点？这不是你昨天晚上贴心的帮我包扎伤口，把我感动到了吗？萧旭白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您了。是吗？是，当然是。所以，我们能不能晚几天再去离婚？缓冲的时间吧。随你。
还好今天这个婚没离成，不然我怎么去拿肖旭白的电脑？肖旭白，肖旭白，肖旭白。站住！你回来了。你来我书房干什么？我看你工作太辛苦了，特意来关心关心你。空着手买的？当然不是，我还带了对你的爱。看样子你不太需要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是在玩欲擒故纵，是吗？也许，可能，应该是的。可惜，我不吃这一套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玩这种把戏。收到。旭白，你最近在干什么？怎么都不联系我了？公司有点事儿，比较忙。是这样啊，那你跟天婉你们离婚了吗？再过几天吧，我先去忙了。好的，那你注意身体啊。爸，肖旭白怎么还不离婚？是不是天婉舍不得旭白，跟旭白说了什么呀？不可能，他养母的命还在我们手上，他敢？不行，我得去肖家一趟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哼！您是？我是肖氏集团的董事长肖旭白的爷爷。您请坐。您啊，来得不巧了，肖旭白今天不在家。我不是来找肖旭白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实话说，肖旭白跟你订婚结婚，我很不喜欢。明白了，这是看不上我，来兴师问罪的。那既然如此，您打算给我多少钱？当做分手费离开您孙子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您对我不满意，自然是想找一个更满意的。那我当然是需要一个我满意的分手。我想你会梨花带雨的跪上，然后说你如何的爱肖旭白，不愿意跟他分开。爷爷，这都是什么年代了？您说的那种剧情早就过时。况且吧，我觉得我挺优秀的，没有什么地方配不上肖旭白。既然您觉得我配不上，那自然就是对我不满意了。我又何必委屈自己来博得您的认可呢？你这个孩子，哎呀，是挺有意思的。肖旭白很喜欢你嘛？那不巧了，他呀并不喜欢我，还想跟我离婚呢。那你想离婚吗？这不想不也没办法嘛。您肖家家大业大，哪是我一个女孩子可以抗衡的？哦，我倒是可以让他不跟你离婚。这门怎么开着？什么条件？你真通透啊！我可以帮你保住萧夫人的地位，享尽萧家的荣华富贵。可是，你要帮我办2件事情。第一件就是在肖旭白的电脑里面安插一个监控插件，
我要随时随地的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您是想要监视萧旭白？监督。那第二件呢？第二件嘛，那就是你要努力为我早早的生一个重孙子。啊，这我可没办法。萧旭白不喜欢我，我能拿他怎么办？萧旭白体质特殊，不愿意接触女性，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。但是我们萧家必须要有后啊，所以呢，你要努力。实在不行嘛，我这里有药。药？好你个于听婉，居然联合起外人算计旭白！哼，我现在就告诉旭白，看看你这回该怎么解释。总算是把老爷子送走。不过这爷孙俩也真有意思啊，一个让我去他爷爷家偷东西，另一个呢又让我给他孙子电脑里装监控。这个点儿，萧旭白应该暂时不会回来吧？也不知道他的电脑在不在家。你说什么？于天婉联合我爷爷要在我的电脑里安装监控插件，还要给我下药。这是我亲耳听到的。旭白，虽然我和天婉是姐妹，但是我也不想看到你受到伤害。你一定要小心啊，旭白！于天婉给你的任何东西都不要进嘴啊！于天婉想靠这等招式稳住小旭白，简直是做梦。你回来了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打扫呗。今天保姆都请假了，所以我就想着过来给你把书房打扫一下。我爷爷来了。啊？说了些什么？就说对我不满意呗，还说让我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早点抓住你的心。没了。哼，你还想有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呢，是我特意为你煮的菊花茶，消热解暑的，你尝尝。天婉给你的任何东西都不要进嘴啊！你打扫房间辛苦了，这杯茶给你喝。我喝？怎么？不敢吗？是不是因为加了一些什么东西？我能给里面加什么东西啊？我还能下毒害你不成？我喝就喝。喏，我喝了。本来呢是想对你贴心一下，没想到你这么不领情。走了。帮我找个技术人员检查一下电脑。肖总，已经派人查过了，您电脑当中没有安装任何插件，也不存在被监视的情况。没有安装插件？对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于天婉现在在哪儿？哦，夫人啊，这时候应该在家吧？哦，对了，董事长又去您家了，夫人应该在招待董事长吧？爷爷又去了。啊，回家。我交代你的事情你都办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
我一件都没办。一件都没办？没有安装插件，也没有给萧旭白用药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真的要跟萧旭白离婚吗？老爷子，萧旭白也是个人，他离婚是他自己的想法，我本就无权干涉。如果我喜欢他，那我更应该尊重他的想法，怎么可能拉着他跟我共沉沦呢？而且，我觉得您不应该以亲情之名去绑架他，即便您是他的爷爷，也不能时刻想着去监视他。你懂什么？这小子野心大，将来他掌握了萧氏，说不定还要翻天。我监视他，那是为了他好。萧旭白现在能够管好萧氏，那以后也有能力管好萧氏。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他好，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？您自己心里清楚。于天晚，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从萧家扫地出门？没有我的同意，谁也不能把他赶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说话就说话，你牵手干什么？天晚是我选择的妻子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赶走她。为了她，你愿意得罪我，愿意跟整个萧家作对？是。看来啊，你是真的长大了。哈哈，好，你呀，也通过了我的考验，可以正式成为萧家的孙媳妇了。考验？以后啊，你们俩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啊，爷爷您，你们通过了我的考验，以后啊，萧氏就交给你了。萧旭白，其实我觉得你爷爷对你挺好的。我觉得你也对我挺好的。这人都走了，你没必要演戏了，放开！你怎么知道我刚刚是不是在演戏？不是演的，还能是真的不成？你真打算让我留在萧家呀？其实呢，你刚才也没有必要维护我，反正我早晚都会走的。于庭婉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离开我吗？不是我迫不及待的要离开你，是你迫不及待的赶我走。我要是不走，你怎么娶于木河？你我之间呢是死局，分开是早晚的事情。离婚的事我不会答应他。母亲，我已经帮何氏破除了萧氏的封锁，千金藤拿到了吗？正在和何氏董事长交涉，估计马上就可以拿到手了。好，千金藤一拿到手，我就离开萧家。萧总，刚才于小姐来了，但是我看您正在开会，我就给她打发走了。您要不要给她回个电话呀？不用了。那个于小姐还让我问问您，您答应过她的事儿还记不记得？周薇，萧总，于庭婉和于木河，我肯定选夫人了。哎，萧总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我是您的话，我肯定选夫人啊。为什么？您想啊，夫人脾气又好，整个人也大大咧咧的。嘿，这个于木河吧，身材确实曼妙，但是他心思太重，他不适合你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于庭婉？哎，也不是。您想吧，您是家里的独苗，家里肯定指着您传宗接代啊。但是您吧，这个体质又比较特殊，除了这个于木河，别人都进不了您的身啊。所以综合来看，也就于木河最适合您。您说，您要是对夫人不过敏，
那该多好啊！肖总，我没喝，我一口没喝。毛巾呢？你没关门？你赶紧出去！哎，等一下，能不能在浴室帮我拿一条毛巾，还有吹风机过来？等着。这不是殷卡的私印吗？怎么会在于听婉这里？肖许白，谢谢你刚才给我拿的吹风机。这枚印章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急什么？我没有。顶级画师都会有一枚流火金做的私印，只掌握在自己手里，绝不可能假手于人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枚印章应该就是殷卡的私印。他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这是于墨河的。于墨河他交给你的吗？你们的关系并不好，他为什么给你的？要么他就是你偷的，要么他就是你的。其实这是假的。假的？是我嫉妒于墨河嘛？凭什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是国际知名画师？所以我就按照他的私印仿了一个。是吗？是呀，肖许白，你不会没看出来吧？你不会以为我认不出真的流火金吧？用流火金做的假印吗？是吗？肖许白，你在怀疑什么呢？不信的话，你问问于木河，看看他的，不就知道了？姑且相信，你最好没什么事情瞒着我。对了，肖许白，你干了什么？我竟然没有过敏，难道？我真的没过敏，我对他竟然也没过敏。肖许白，你混蛋！衣服不错，这个月奖金翻倍。哎，肖总，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跟夫人已经？许白，木河小姐，许白，这么长时间不见了，你有没有想人家呀？许白，这么长时间不见了，你有没有想人家呀？不是前几天才见吗？哎呀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。哎，许白，你爷爷的事情你没有迁怒听婉吧？其实听婉也不是故意要联合外人设计你的，他只是太在乎你了，你不要生气。于听婉没有设计我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听见。于小姐，我不相信捕风捉影的事情，我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。也许是我听错了。许白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听婉离婚呀？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情。我不打算离婚了。不离婚了？许白，你不是答应过要对我负责的吗？你现在怎么又不离婚了？你这样让我怎么办呀？抱歉，当初答应这件事情是我欠考虑，对此萧氏会对于家做一大笔补偿。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，我会满足你。许白，你是真的不要我了吗？难道外界的那些传言？外界的那些传言你也不用担心，我都会解决。就算我说我怀孕了，你也不要我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，怀了你的孩子。神鸟，贺氏集团的千金藤已经拿到了。好，太好了。现在就只差最后一样青龙参了，只要等青龙参到手，妈妈的毒就能解了。合适的交易已经达成了，那
我也该离开萧家，我跟萧旭白也该离婚了。你回来了，正好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你怎么了？这么不开心？是不是又过敏了？这也没有过敏。于木河怀孕了。什么？她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今天才知道。抱歉。你没必要说抱歉，毕竟我们本来就不是真的。既然于木河已经怀孕了，那我们也该离婚了。明天就去民政局吧。好。好，那明天民政局见。怎么会这么难受呢？于听婉，你怎么了？他就是个三心二意的混蛋。对，我是被他气的。这是我们的结婚证，我们是来办离婚的。哎，怎么是你们啊？我记得你们刚结婚不久啊，这么快就离婚，是不是吵架？一时冲动啊？当然不是。其实吧，就是他不行。我呢，也外边有人了。这样啊，那夫妻不和睦是比较难过下去。开始吧。你们确定要离婚了吗？确定。婚姻可不是儿戏，你们还是要慎重考虑哦。哎，一个垃圾，你考虑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咱们抓紧开始。根据规定，我们有离婚冷静期30天，也就是说，第一次申请过后，需要30天后才能办理离婚。30天，30天办理离婚，怎么还需要30天冷静期啊？那结婚为什么没有？好了，老婆，回去之后，我要是还是不能让你满意，我们就下个月再来。走吧。你刚刚胡说什么呢？是吗？刚刚不是你先胡说八道的吗？那我又没有说错，你不就是不行？好啊，那我们回去试试。谁要跟你试？我告诉你，下个月的今天，咱俩不见不散。什么？那你们还要等30天才能离婚？我不着急，没关系，我愿意等你。爸，萧旭白本来就不想娶我，这中间万一出了什么变故，可怎么办啊？无妨，你毕竟怀了萧旭白的孩子，为了孩子，他也一定会娶你的啊。可是，不过这30天终归是一个变数。我看这样，你以养胎的名义住进萧家，你们2个人朝夕相处，兴许会日久生情嘛？啊？旭白，既然你想来萧家养胎，那就先住这儿吧。楼上收拾出来一间客房，你先住那。客房？旭白，难道我不能跟你住在一间房间吗？我还没离婚，终归是不方便的。这么快就搬进来了，于小姐还真是着急了。不是着急，是我和孩子都想旭白了。
去哪儿？有事儿。旭白，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不喜欢我又怎么样？你不还是只能娶我？于听婉，我渴了，去给我倒杯水去。你没手没脚吗？不会自己倒？我怀孕了，得处处小心。这种粗活怎么能我自己来呢？让你去倒你就去，废什么话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萧家未来夫人，小心我让旭白把你给赶出去。行，我给你倒。喝吧。你怎么倒的水？这么凉，你是想憋死我吗？给你3分面子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是不是？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是不是？你竟然敢泼我，你信不信我？不会真把我当成免费保姆了吧？我泼你怎么了？我还敢打你？你敢？我怀的可是萧家的孩子，那是萧家的孩子，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凭什么要顾及他？而且，你要是再敢惹我的话，不管你到底有没有怀孕，我都对你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旭白，你终于来了，妹妹她……管好你的女人。旭白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来这里？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坏你和妹妹的感情？妹妹她居然这么恨我，她不仅泼我水，她还想要打我。只要你不招惹他，他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去换件衣服吧。于天婉刚才说，到底有没有怀孕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他知道了些什么？不行，于天婉留在萧旭白身边，始终是个祸害。我得想个办法，让旭白对他彻底失望。旭白，我已经做好了早餐，都是你爱吃的，要不要来尝一下？你快尝尝这个。等等，天婉。都怪我，竟然把天婉妹妹给忘了。天婉，坐下来吃点早饭吧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你们秀恩爱了。旭白，公司还有事，自己慢慢吃吧。哎，喂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晚上务必把于天婉给我办了。神鸟大人，莫青，你怎么来了？神鸟大人，您上次吩咐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我们已经找到于家安排在青云神殿的人，要不要现在连根拔起？先不用，青龙山还没有到手，万万不能打草惊蛇。这种事情你打电话跟我说一下就行了，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哦，我听说于木河搬来萧家，怕他会对您不利，所以来看看。放心吧，他在我面前可蹦跶不起来。你呢，也是关心则乱。谢谢你啊。是我着急了。于小姐好兴致啊，这下雨天在这儿私会美男。你要不先走吧，我现在没事儿了。他是谁？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？于听婉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他是谁？一个朋友而已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朋友？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我们都要离婚了，管那么多？啊！只要我们没有离婚，你就是我萧旭白的女人。你最好离别的男人远一点。
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丁点灯是吧？我和你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还真是双标啊！可惜你没有资格管我。萧总，您干嘛呀？怎么又跟夫人吵架了？你们本来就当不了2天夫妻了，这个时候就更应该恩恩爱爱的多聊2句。你可倒好，跟个小孩似的。今天雨这不下得急吗？能弄到2把伞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跟小公主似的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查查于天晚在哪儿。上次在于家找东西被萧旭白抓个正着，这次没了他，我就不信凭我的本事拿不到青龙参。你就是于听晚吧？谁？于听晚？你说什么呢？那肯定不是啊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别以为我不认识你啊，大美人儿！哼，有人花高价买你的清白，今天就让我们哥几个好好伺候伺候你啊！萧总，这不是于家的方向吗？夫人这是要回老家呀？我这……疼！说不说？疼！说不说？你倒是问呐！你看我这脑子，我都忘了问了。你看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是于木河。他让你们来干什么呀？多了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今天让我来，就是要毁掉您的清白，然后把照片啊、视频啊发到萧氏集团萧总那里。这剩下的我真不知道了呀。下届，哎，下届。来警察局自首吗？我见你一次，打你们一次。好。萧总，您也没有武之地呀。萧总，那不是黑甲面具吗？难道夫人是道圣啊？不小心摔倒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还真是灯下黑呀！完全没想到我的这个小妻子竟然是道圣。萧总，坏了！有人破解了咱们对和氏的技术封锁。破解了？对啊，现在市面上能破解技术封锁的人寥寥无几啊，除非是大神孔雀鱼亲自下场。那也不对呀，就算是他亲自下场了，也得用您的电脑啊。您一向行事谨慎啊，谁能动您的电脑呢？你回来了。道圣，黑客孔雀鱼，画家音卡的私印，我还独对他不过敏。哼，我的这个小妻子还真是给我惊喜。萧总，您磨叽什么呢？你想想办法呀！哎，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在于家找了1天都没有找到青龙参，那于家人会把它放哪儿呢？于梦河在楼上。我不找了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出去逛了逛呗。去哪儿逛？你查户口啊？有人用我的电脑破除了萧氏对和氏的技术封锁，能碰我电脑的人不多。你猜会是谁呀？你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是谁？你放开！就不能是你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哪有那技术？是吗？于墨河可就在楼上呢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倒是可以刺激一下。哦，完全不介意。我介意。这人怎么这样？莫名其妙。不跟你说。既然不想承认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
不能让于天婉和旭白更近一点。要是能想个办法，把假变成真的就好。旭白，这是我特意为你调制的养生水，你快尝尝看。放着吧。还有事儿？你就尝尝这个养生水嘛，再提些意见，我回去好好改进一下。公司一会儿还有事儿，回头再说吧。你先去休息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你记得喝啊。嗯。肖旭白，你爷爷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拿一份资料交给他。资料都在书房，你去找找吧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明明是你们肖家的事情，为什么非要把我给扯进来啊？那说明我爷爷对你很是看重啊。哎，慢着！怎么了？喝你一口水都不行啊？这么小气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，只是有点热。热？肖旭白，我怎么还有点头晕呢？谁让你乱喝水了？你不会是在水里加了什么东西吧？不是我放的，是于木河放的。那你明知道水有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？你动作太快了！你让开！你要去哪儿？当然是找人给我解毒了。你中的是情毒，你要找谁去解？反正不是你。是不是那天那个男人？于天婉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有资格给你解药。帮我？帮你什么？帮我解药。那你求我？我求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感觉是骗不了人的。她就是那晚的女人。可她为什么不承认呢？肖旭白，醒了。我们昨晚……如你所想。你趁人之危啊？我怎么记得是你求我帮你的？你赶紧出去，我还要换衣服。又不是没见过。你出去啊！都怪于木河这个蠢货。哎呦，殷卡。我是说于墨河啊，他今天不在家。昨天的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22号星耀酒店12楼，想起来了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可以主动告诉我，如果让我查出些什么，我警告你，肖旭白，我们可是马上要离婚的关系，你要是再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就搬出去。离婚是不可能，你可以不说，我依然有办法让你原形毕露。周薇，给我办件事。
萧雪白和于庭婉之间好像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料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还能顺利嫁入萧家吗？你急什么？你肚子里面毕竟怀了萧家的亲骨肉，还能不要不成？啊？爸，其实我没怀孕。什么？你没怀孕？那你跟萧旭白？那是我骗他的，我实在是太想嫁给他了，但是他对我没有意思，我就只好说谎了。哎呀，乖女儿，你糊涂啊！萧旭白手段很辣，他平生最恨别人骗他。一旦让他知道你骗他，哎呀，你还有我们萧家都要连带着遭殃啊！那可怎么办呀？这件事情怕是瞒不了多长时间。事已至此，假怀孕只能变成真怀孕了。可是萧旭白他对我戒备很深，他不愿意。谁告诉你一定是萧旭白的呢？只要你肚子里怀了孩子，那我们就能度过这次难关了。这萧旭白怎么又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？不会是云木河露出了什么马脚吧？看来等不了30天了，我要想办法离开萧家。于庭婉，想要下个月的药，就给我办件事儿。云木河和人偷情被萧旭白的人拍了，居然想让我把照片偷出，真是蠢得不可救药。夫人在找什么呢？夫人如此聪慧，如果不使出一点手段，怎么能把夫人引出来？你趁着我不在家，到我书房里乱翻，应该是在找这个吧？周围的人拍到了于木河和一个男人一起进了酒店。你不生气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么大度呢？如果是你和别的男人，我肯定会生气。我看你脑子有病。为什么要偷照片？我没有。你可以狡辩，我也可以查，我早晚会查得到。我其实是为了你们夫妻关系和睦嘛。这毕竟谁家出了这档子事儿，都挺不好受的。我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家好。这照片我拿着也没用，你拿着吧。明天家里会来贵客，你和我一起招待一下吧。贵客？萧旭白最近一直怪怪的，他不会是查到什么蛛丝马迹，想要引我入局吧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木青，你来接一下我。神鸟，你要去哪儿？随便吧，越远越好。是。
萧雪白，夫人，你是自己下车呢，还是我抱你下车呀？不是说好要招待贵客吗？夫人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，就先不陪你。听完，承诺过的事情就要做到。萧雪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还想派人绑我回去不成？我来解决他们。先别告。行，我跟你回去。怎么不进去？萧雪白，你不会要害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想要娶个媳妇罢了。啊？老师，周大师，久等了。萧总客气了。萧总再三盛情相邀，说这里有一位我的故人，不知是哪位故人呢？您见到就知道了。听完，听完，听完，怎么还不过来？贵客都到了。好徒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这孩子这么长时间也不联系老师，电话也不打，这作品也不出，你这是想气死老师不成啊？不是，别说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我的小妻子，原来是画师殷卡呀。哦，我的小妻子，原来是画师殷卡呀。是啊，只是没想到啊，我这个最得意的弟子啊，竟然已经结婚了。抱歉，老师，我们领证匆忙，所以今天才特地的邀请您过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快坐下，跟老师聊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。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。老师知道呀，你已经结了婚，过得还不错，老师很是欣慰。谢谢您的记挂，我以后啊一定会长期看您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老师可记住了。解释吧。你都知道了，我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那晚在星耀酒店的人明明是你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误导我？于木何才是殷卡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？不想说呗。你干什么？别动。还疼吗？早知道你是道圣，我就不让你冒险去偷数据，还害你受了伤。其实能接触到我电脑的人没有几个，是你破除了我对何氏的封锁。星耀酒店的监控也是你破坏的，你就是孔雀鱼，对吗？这么多马甲，个个都是行业顶尖人才，真不愧是我老婆。萧旭白，你之所以隐瞒身份，是因为于家对你养母下了毒，对吗？你都查到了？只要我想查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。只是，我想让你亲口对我说。是，他们对我养母下了毒，在还没有研制出解药之前，我不能暴露身份，所以
就只能伪装做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没用大小姐，不然我害怕他们会拿我的母亲威胁我，逼我做更多的事情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你帮我解决？你想怎么帮？你花了那么大的力气，从我这儿拿到了换心草，又从和氏那儿拿到了千金藤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些都是给你养母配解药，对吗？还差什么？青龙参在余家那里。我可以帮你拿到青龙参。条件是什么？我们之间要分得这么清楚吗？这样吧，如果我拿到了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好吗？成交。成交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需要你配合我，演一出戏。哈哈哈哈哈！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总算是怀上了。爸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万一孩子生下来之后，萧旭白去做亲子鉴定，可怎么办呀？谁说一定要生下来了？你只要靠着这个孩子顺利的嫁入萧家就可以了。再说，你不是一直担心萧旭白和于听婉之间有什么吗？那这次你完全可以借着于听婉的手弄掉这个孩子。到那个时候，萧旭白一定会给于听婉大施抚望。爸，再怎么说，听婉才是您的亲生女儿。您这么帮衬我，那听婉……哼，谁稀罕她当我的女儿啊？废物一个，她也配姓于？要不是看在她身体里流的是我的血，对我还有一点利用的价值的份上，我早就把她丢在乡下穷苦一辈子了。也就只有你这种优秀的孩子，才配当我的女儿啊！让开，这是我的位置。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那你叫一声，你看他们硬不硬？于听婉，这个位置是你于听婉该坐的吗？你一个即将被扫地出门的下堂妇，也配坐在这里？扫地出门？你确定？忘了跟你说了，你去余家的这几天啊，我跟萧旭白的感情那叫一个突飞猛进，恐怕到时候被扫地出门的人是你才对。于听婉，你竟然敢趁我不在偷偷勾引旭白，你这个贱人！真是给你3分颜面你就开染房了是不是？这里可是萧家，我才是萧太太。要不是顾及你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我早就把你赶出门。于听婉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！我肚子里怀的可是萧家的孩子，要是你敢伤害他，旭白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旭白，救我！旭白，你快救救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旭白，救我！于听婉这个女人，她想杀了我。道歉。萧旭白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明明是他先挑衅我的，我现在脸上还有他的巴掌印呢。我的充其量就是正当防卫，我才不道歉。你胡说！妹妹，明明是你先打的我，我怕肚子里的孩子受伤，才出手防卫。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？旭白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萧旭白，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他？于听婉，我再说一遍，道歉。就算木禾做错了什么，那她也是孕妇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所以就要我忍气吞声是不是？旭白，我没事的，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。你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他之间怎么可能会闹成如此地步？于木禾，你这个贱人！萧旭白，你竟
于天婉，漠河他是我的底线，你不能动他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恩断义绝，从此以后婚丧嫁娶互不相干。说话呀！哼！旭白，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，我没事的。你快去把听婉妹妹给追回来吧。没关系，你怀着我的孩子，自然要处处护着你。旭白，你真好。虽然我还是离婚冷静期，但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。不如，我们先把婚礼办了。我实在是不想看你受委屈。婚礼？你要和我结婚？旭白，可是听婉她……不用管她，我只想对你好。我们明天就去你家提亲吧。叫我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收拾行李？难不成真要搬走？我要是不搬走，怎么能够证明咱俩彻底决裂了？那他们不就看出来了吗？岂不穿帮了？那你去哪儿？于家？我回于家干什么？我去找罪受啊！穆青那儿还有2套房子，我也不至于无处可去。穆青？不行，你不能去别人那儿。穆青又不是别人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呢，我跟穆青是很好关系的朋友，所以他的就是我的。穆青，就是那天和你相谈甚欢的男人吧？肖旭白，凭什么都是你审问我？今天我倒是要问问你，我说完恩断义绝之后，明明就是你的词了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知不知道我很尴尬的？跟你恩断义绝，想想就难受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平时挺高冷霸道一总裁，怎么说起情话来这么……我名下有10几套房，你随便选，随便换，不要去住别人那儿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说好。盖个章。盖章。肖旭白今天来咱们家提亲吗？可你不是跟我说，他跟于听婉之间还难舍难分，怎么会突然放弃于听婉了？于听婉他自己蠢，非要在萧家对我动手，正好被萧旭白看见，他心疼我怀着孕还要受欺负，所以和他大吵了一架，还说要跟他恩断义绝呢。乡下来的野丫头一点见识都没有，只会抓着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放，没有一点眼光。不过这样正好，他刚好把位置给你腾出来，只要你顺利的成为萧太太，咱们于家就能从3流家族一跃成为1流的了啊！肯定是旭白来提亲了。你来了呀，快进来。小总，伯父好。哎，还叫什么伯父啊？马上啊，该叫岳父了啊！来，里面请。小总啊，我们家穆河跟那个于听婉可不一样，他从小懂事又听话，可不像那个于听婉，一天到晚的吵吵闹闹，什么都不懂。她要是嫁给了你啊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啊！伯父，请您放心，我这次来就是来和您商量，给穆河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不知道伯父这边大概有多少人可以出席？哎呦，我们于家的人可不少啊。要不这样，等我统计好了以后，我再告诉你。那你们萧家的人也一定只多不少吧？啊？
我们萧家的人是不少，不过可惜我爷爷生病了，大家都在忙着照顾他，能来的人估计不多。萧董事长生病了，那他不是不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了？恐怕是的。总归萧旭白和于庭婉现在还没离婚，如果萧董事长都不出席婚礼的话，那穆禾嫁过去就更名不正言不顺了，难免不会落人口实啊。旭白啊，既然萧董事长有病在身，要不你们俩的婚礼延后吧。爸，不行，穆禾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一直没名没分。何况我爷爷的病也没那么严重，我已经在找药了，等药材找齐了，我爷爷的病也就能好了。哦，不知你们找的什么药？我们能不能也一起帮忙找啊？其他的药材已经找得七七八八了，只是现在还差一味青龙参，到现在也没有找到。青龙参，我们余家有呀。当真？当然了，爸，你闭嘴。徐白啊，我们余家确实有一颗青龙参，不过这个青龙参特别的珍贵，1000年才产1株啊，我们余家也想留下来救命啊。我理解，不过呢，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萧董事长又是您爷爷，我们既然是一家人，不可能坐视不管呢。不过青龙参确实不在江市，在我们余家的老宅，这运起来啊确实很麻烦。不如这样，你们两个先把婚事办了，等婚礼结束以后呢，这青龙参啊估计也运到了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萧董事长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还是伯父想的周到，那我们就这么办。好。爸，我马上就要和萧旭白举行婚礼了，我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放心吧，不光是你，就连咱们余家好日子都在后面呢。哎，对了爸，青龙参明明就是在咱们家地库呀，你怎么说在老宅啊？而且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给旭白啊？哼，萧旭白此人心思深沉，青龙参在不在咱们余家，他一查便知。谁知道他娶你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拿到青龙参给他爷爷治病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然后让他当着整个江氏人的面承认了你的身份才行。还是爸爸你想的周到。于听完，你当初费尽心思勾引萧旭白，也只是默默无闻的跟他领了个证。如今我却要在全江市名流的见证下和他结婚，你这辈子都比不上我，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。可以了，行李就放到这儿吧。你为何不去住我名下的房子？是不满意吗？不是不满意，而是不想去。我是她的丈夫，她住在这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穆青，我在这儿可以的，你先回去吧。有我在这儿，我自会护她周全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的，又要哄半天。生气啦？我说你为什么不找我来帮你搬家？原来于小姐是找到了护花使者。穆青呢，是我的老朋友了。你不是日理万机吗？
我不想打扰你。对了，青龙参怎么样？余家给你了吗？他们要求在婚礼仪式上才给青龙参。那你就跟他办一场婚礼呗。怎么了嘛？反正是假的，你糊弄糊弄就可以了。我才不糊弄，我就是要办一场真的婚礼。没想到兜兜转转了一圈，萧太太位置啊，还是落在了于小姐手里。我就说嘛，这个于听婉看起来土里土气的，怎么配进萧家的门？迟早要被赶出去的。哪儿有？我和旭白呀，都是缘分。哎呀，这一定都是上天的安排，能让你嫁给萧总。木禾，你以后发达了，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呀！一定。听说那个于听婉今天要来，她怎么敢来的？不会是来捣乱的吧？妹妹今天要来呀，那走吧，咱们一起去迎接一下。妹妹，你来了呀？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装什么呢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怎么跟萧太太说话呢？在我面前，她也敢自称萧太太？哼哼，就凭萧旭白愿意给木禾举办如此盛大的一场婚礼，还不够证明萧总对木禾的重视吗？识相的话，就不要再继续纠缠下去。你在这里胡闹，完全是丢尽了于家的脸面。于董事长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吧？我在外漂泊了20多年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她却占着我的身份，在于家千娇百惯的长大，占尽了便宜不说，现在还要抢我的丈夫。您不觉得你应该对我有一丝丝的愧疚和歉意吗？哎，萧总你别冲动啊，青龙参还没到手呢。木禾从小就开始接触各种贵族教育，你呢？恐怕还在山里剥玉米呢嘛！啊，我们木禾还是世界著名画师殷卡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跟他比？再说了，我能把你从乡下接回到于家，对你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。如果不是看在你我之间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份上，我就把你丢在乡下，让你继续待着，让你陪着你那个病殃殃的养母一起过一辈子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有你这样的父亲，也算是我这辈子受过苦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妹妹，今天毕竟是我的婚礼，你能不能不要惹爸爸生气了？我想看你们都好好的。于小姐，木禾，你没事吧？木禾，我没事。快起来！义女，命令你立刻跪下，给木禾道歉。我给他道歉，他配吗？哼，现在就让你知道他配不配。来人，打断他的腿，让他给我跪在地上。我不跪，放开！不跪是吧？由不得你，你已经不再是萧太太了，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人能护得了你。来人，打断他的腿。谁说没人护他？谁说没人护着他？你们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要他，我要；你不护他，我护他。只要我萧旭白还活一天，他就永远有人守护。抱歉，来晚了。你怎么来了呀？你青龙山到手了。旭白，萧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今天娶的可是我们家大女儿于木禾，但是你现在这样做干什么？娶她？她也配？旭白，我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确定那是我的孩子吗？放开！哎呀，怎么手？萧总，
这不关我的事啊，肖总。是那于木河，他给了我一笔钱，非让我跟他上床，还说他只要能怀上孩子，他就给我额外的奖励。什么？于小姐竟然是这样的人！他撒谎！雪白，一定是他陷害我的，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对，一定是于听婉，他想破坏我们的婚礼，所以说故意找人来陷害我。你如果没做过这些事，那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？旭白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旭白！哎，木河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爸爸，你不要哭，你可是国际艺术家呀，不要失了身份啊！肖旭白，看来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啊！你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想娶木河是吧？娶她？她不配。好啊，你不就是看上了于清婉这个野丫头了吗？啊！但是你今天如此的羞辱木河，你以为我会让你得偿所愿吗？于清婉，我命令你，赶紧给我滚过来！我和你说话呢，你耳朵聋了吗？难道你不想要你养母的命了吗？你就只会拿这个威胁我是吧？如果不是顾及咱们父女关系，我肯定早就打你千次万次。你真的不想要你养母的命了吗？当然想要啊，如果不想要的话，又怎么会费尽心机的去拿你的青龙参呢？什么？青龙参？好啊！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，是吧？你们两个从一开始就没有闹掰，对不对？嗯哼。岂有此理！你们竟然如此的戏弄于我！萧雪白，萧家是江氏的第一家族又怎么样？我们于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青云神殿你知道吧？就是唯一能和你萧家抗衡的青云神殿，那里面有我的人，都给我进来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起来！武清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参见神鸟。啊，神鸟！看这就是神鸟！跪下来！你不是在青云神殿安插了2个人吗？这不，我把他们绑好，给你送过来。不好意思，青云神殿是我的。你是朱雀神鸟！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听了，爸爸错了，你饶了爸爸吧！啊！如果所有的无良父母都能得到原谅，那些不幸的童年，谁来治愈啊？我不会用神鸟的身份处置你，我会把你送到警察局。你对我母亲下的毒，对我言语行动的威胁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报应。于墨河并不是什么阴卡，我才是。什么？你是阴卡？于墨河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长大，你竟然处处的欺骗我！爸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相信我吧。母亲，把他们拖下去，送到警察局。是。爸爸错了，爸爸真的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好不好？你放过我，青婉。朱雀神鸟，初次见面，你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，翩若惊鸿。怎么，江氏第一家族的萧总，
这是在跟我示好呀？不是示好，是求爱。我们青云神殿跟萧氏向来分庭抗礼，如果萧总愿意带着萧氏入赘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你的求爱。哎，这不是入赘，这叫聘礼。小雪白，都10分钟了，水果切好了没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神鸟请用。谢谢萧总啊。都结婚3年了，也该要个孩子了吧？不如明天……明天不行，明天有一个画展要请我，我得去参加。后天？后天也不行，后天有一个国际计算机大赛，我得去的。那下周总行了吧？下周更不行了，青云殿有个会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啊！你干什么？那只有今天了。